死了10年的夫君突然回来了，而且还带回来一个婀娜多姿的村妇和5个孩子。看见站在门外的男人时，我确定了眼前这个男人的却是我已经死了10年的夫君。看着他身旁站着的女子，我承认她的确有几分美色，即便是生了孩子，身材也没走样，举手投足之间都有妩媚的气息。一眼看去，10年5胎真能生啊！见到我夫君，轻蔑地将我打量一番，面带不悦。林氏，你就是这么打理侯府的吗？我正要说话，他转头看向村姑如烟，你身子不便，先往里走。个头最大的娃说道，爹爹，这就是我们家吗？好大好气派呀！被称作如烟的女子莞尔一笑，听爹爹的话，往后咱们就住这儿了。说完，如烟牵着几个孩子往里走，丫鬟眼疾手快，呈大字形挡在门外，不许往里进。我故作震惊，什么侯府你谁啊？惊魂未定的丫鬟此时也说道，哪来的乡野村夫，居然敢扮成咱故去的姑爷夫人，要不报官吧？眼看着进门被人拦下，如烟有些不知所措，她焦急的去看夫君，那5个孩子也同样局促不安，年纪最小的那个狠狠地瞪着我，眼神像是进了毒。我视而不见，扭头看向夫君，这位老伯你找错门了吧？当年嫁给他的时候，他的确挺帅，但如今风霜历尽，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不少痕迹，整体感觉是帅的，但这身打扮再加上灰头土脸的样子，喊他一声老伯都算得上是我有礼貌。我就不一样了，这10年我好吃好喝，早睡早起，时常邀约京城其他高门主母做护理，小脸蛋嫩的泪和未出阁的姑娘一样。林氏你什么意思？夫君气得火冒三丈，此处是我的侯府，我何时走错门了？我一脸惊讶的看向他，这位老伯侯府被抄家的时候没通知到您吗？10年前，我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女生，一朝穿越到书中，成了未来替夫君操持家业，含辛茹苦的高门主母夫君一朝失散，再也没回来过侯府立了衣冠冢，将他失踪的罪过全推到我身上。我熟知后续剧情，无非是他在乡下遇见了貌美女主，两人生下一连串的孩子，多年后再带孩子荣归故里，而我替他操持侯府10年，为了他弟和他妹的前途与婚事呕心沥血，为了维持侯府开支，散尽嫁妆，只落了一个好名声，人财两空。芳龄少女熬成了黄脸八婆，等她带着貌美村妇回来后，便将我一脚踢开，星号，每每享受我打下来的记忆，还说我这些年无作为，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。所以在坐上花轿的那一刻，我便做好了准备，反正未来都是陌路人，我凭什么要花自己的精力去供养他的家人？我被送到夫君的床上，他甚至碰都没碰我，只在床单上留下他指尖的血迹。他告诉我，您是我将你娶进家门，是看你贤良淑德，往后我侯府上下都交由你来打理，谁信谁星号，不给我钱，不给我库房，要是我怎么打理？还不是等着我拿嫁妆来填补他？我可是江南闻名的盐商之女，当初父兄入京时排场那么大，是个人都会眼红，要不是他暗地里打压我父兄，使得他们入狱，我也不会这么匆忙被送嫁。可惜啊，他算进了机关，觉得我贤良淑德，家财万贯，足够支撑起他的侯府，将他弟妹抚养成人。他算好了我的人品，算好了我的家世，可他没算到穿到这具身体里的是我这个精致利己主义者。按照剧情，我和他成亲不到1个月，他带我去秋猎时失踪了，树林中只余下他破碎的衣角，还有一只带着血迹的手指。所有人都以为他被豺狼虎豹吞了，对我这个新入门的妻子很是惋惜，也有人暗中说我克夫。只有我知道他已经和他的貌美妇美美在一块了，他一走，我再也不装了。在我棍棒教育下成长，成为京中第一翩翩公子的小叔子，养什么养？当然是放养。在我悉心教导下，用真金白银捧出来的京城第一美人，小姑子捧什么捧？当然是捧杀。我的确替他好好照料侯府了，只是他的弟妹不中用啊。此时夫君正死死盯着我，他终于发现侯府破落的门板，还有早已被撤去的牌匾。昔日的侯府，如今连个看门的都没有，打眼看过去，院子中那些花花草草也早已没了当年精心打理时的姿态。我一拍手，哎呀，瞧他这长相，与我亡夫的确有几分像，怕不是侯府的亲戚吧？随即我转头对丫鬟说道，上回抄家不是还剩些不值钱的茶叶吗？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，给这位老伯上茶。丫鬟连声称是，一转眼便跑去煮茶。我则是一脸热情的看向夫君，来，快进来吧，你们如今上京带了多少盘缠，要是想住这地方可是要交钱的，看在是亲戚的份上，你们一家7口，一晚上就算你们1两银子。我说着还掏出了算盘，如今这世道，我一个寡妇活着不容易，老伯你会体谅我的是吧？夫君的脸都被气红了，抬起手就要打我如烟，赶紧拦住了他。鸿妃，你夫人怕是不认识你了。什么夫人？我当即变了脸色，从身后掏出一根狼牙棒，一棒子砸到夫君脸上，一边打一边骂道，老娘清清白白一寡妇哪来的泥腿子，居然还想当我夫君？京城谁不知我那短命的夫君在秋猎时被豺狼虎豹吞了，你是哪来的东西，居然敢顶着我夫君的名号？我一边说，还一口口水吐在地上，恰好此时丫鬟提着冷茶跑了过来，夫人家中没柴火和茶叶了。我去池塘中舀了一碗水泡的茶，再从树上摘了几片叶子，不知道贵客会不会嫌弃优上当兄长昨日才送来的西湖龙井，我可不能便宜这没脸没皮的东西。他话刚说完，我直接接过那壶茶往7人组身上泼去。
萧红飞躲得及时，可如烟就不一样，正好被泼了个正着，这池塘中居然还有几颗蝌蚪卵，此时正挂在如烟的发髻上，不停蠕动着如烟，浑然不知还在内用帕子装作柔弱可怜的模样。我险些没憋住笑，赶紧在心中告诫自己，一个良好的演员是不能笑场的。我双手叉腰，一脸蛮横，滚滚滚，如今讨口子的都这么星号了吗？很显然，萧红飞要脸，我这一番连骂带打，让萧红飞打消了进门的念头。他看我的神色越发阴冷，不过他算什么东西，我用得着看他脸色吗？砰的一声，我关上了破旧的房门，将一家气口拒之门外。我转过头，与丫鬟相视一笑。回到院子里，丫鬟有些担忧，夫人，他要是找人证明自己身份怎么办？我回到椅子上，继续用黄瓜敷面，他要去找谁？萧家的名声早就被他的好弟弟好妹妹消好干净，整个萧府上下也只有我这个倒霉的寡妇是清白的。京城局势瞬息万变，他还当他是10年前那个不可一世的萧侯爷吗？我既是穿书，自然知道萧红飞会回来，我可是个读书人，什么重生穿越复仇，什么虐恋打脸爽文，这些套路我滚瓜烂熟。这10年我当然不会坐以待毙，而是想着法子抹黑萧家，消耗萧红飞生前的名望。但凡他现在去找当年的朋友，只会被人赶出来，不把他押送到官府，都算仁至义尽了。毕竟2个月前，萧家才刚刚被抄过家，他这个时候说他是萧家遗珠，连带那5个孩子都得下天牢。所以第2天我又被人敲响了房门，我睡眼惺忪的拉开门，面前是换了一身衣裳，一脸怒气的萧红飞老伯，今日怎么就你一个人了？我上下打量着他，震惊的问道，你不会把你老婆孩子卖了，买了身新衣裳吧？我还吐了一口口水在他脚边，我配抛弃妻子，真不是个男人。萧红飞眉头一蹙，林雨嫣，你别装了，你知道我是谁？四下无人，我慢悠悠的靠在门框上，你谁呀？你真不知道我是谁？他大怒，是我将你从牢中救出，让你免于灾祸，你就如此对待我？我连连点头，京城谁不知道我林寡妇命硬克死了新婚夫君，你说的这些3岁小孩都能倒背如流，他还是那副酷哥中梅的模样，现在没有别人你不必装了，我真不认识你呀。我同样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，成大事者嘴巴要言很多事，就算我躺进了棺材板也不会说出来的。他上下打量我许久，突然笑了出来，林雨嫣，你不会以为害得我弟妹下天牢，我们萧家就全归你了吧？我会李代桃僵，把他们接出来，到时候我会在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面貌，让天底下的人知道你是何等毒妇星号。就这样把自己的计划生说出来，该说他是没脑子呢，还是一根筋呢？我砰的一声关上门，不过我倒是有点期待，为了当了10年乡野村夫的男人能有什么能耐？回想起我这10年来干的事，为了能活下去，我容易吗？婆婆整日离不开汤药，在萧红飞衣冠冢下葬后，就命我过去侍奉在床前，有时候想喝7分热的茶，有时候想吃放了3块冰糖的汤药，我没又上床睡觉的资格，只能在他榻前打地铺，时刻替他端盘倒水。深夜不知道有多少次我被他一脚踹醒，只因为他想吐痰。他很享受这种将儿媳妇当成奴隶的滋味，一次看我低眉顺眼的样子，眼中都能闪过一丝快意。他一边咳嗽一边说道，林氏，我今日不是你去替我抄几卷经书，我不敢多说，只好跪在林氏的床前抄写经书，抄1遍下来，那些字压根不能看。林氏看着我的字，气不打一处来，这就是你们江南女子写出来的字吗？很无辜的说道，婆婆我写的字多端正啊，是您患了重病，看不清楚字了。说着，我将几本做了手脚的书册都递到林氏面前，您看这上头的字不是与我的字一样端正吗？您是不愿意相信我做的手脚，怎么可能大胆？林氏居然敢蒙蔽我，你这个毒妇，我怎么会是毒妇呢？我一脸无辜，婆婆，如今您吃的用的穿的住的都是我的，若我真是毒素，早就给您的药里下毒了，你还至于活到现在吗？说完我还眨眨眼睛，一副单纯无辜的星号凶手的模样。林氏很快就被我吓得晕了过去，老年人精神状态确实不怎么样，都不打声招呼就睡着了。我让丫鬟尽快换走了钱的书册以及抄好的佛经，顺带换来了府中三小姐一脸蛮横，丝毫没有书中窈窕淑女的痕迹。她斜着眼看我语气跋扈，喊我过来做什么？我娘要你服侍，又不是要我三小姐的话刚说完，林氏就在里头清醒过来，并且大喊，希儿，是你吗？你快些进来，林氏是毒妇，你居然敢害我娘！三小姐瞪大了眼睛，此时顾不得别的，慌忙闯入房中。林氏立刻指着我，希儿，你小心些，这毒妇在我的药里下毒，快进宫去请太医替我好好医治。萧玉溪一把将我推开，命人看住我，并且拿了牌子入宫，在公药落下之前把太医带到房中。太医一番诊断，皱起眉来，林氏大喜，太医是不是这个毒妇在我汤中下毒？你快回去禀告太后，治这毒妇死罪。太医道，您所用的个个都是好药，不仅能医治您身上的陈年旧疾，还能替您强身健体。太医的话说完，凝视的脸一变，不可能，他方才还恐吓我，非说歪歪扭扭的字是直的。林氏说完，顺手拿出刚才我放在枕边的书册翻开的一瞬间，愣住了，上面的字变正了。我在一旁抹泪，太医，您就别怪老夫人了，她所服用的药都是我带来的嫁妆中上好的药材，若是不信，可以一一开箱。至于这次，我也不知道老夫人为何说字是歪的，
太医的神色变幻莫测，他又把了把脉后面色凝重，将我与萧玉溪喊出去。老夫人恐怕是得了癔症，所以才会怀疑身边人要害自己，幻想出许多不存在的东西。萧玉溪愣住了，这才忙不迭看向我，是不是你下的药？小姑子这话说的我夫君已经不在了，若不是连你们都不信我，我林雨嫣就不必活了。说完，我一扭头，直接跳进不到1米的荷花池中，于是得了癔症，开始喝一些苦不堪言的汤药。因为害怕我下毒，所有汤药都由萧玉溪过手，甚至连采买都是萧玉溪的贴身婢女去的。整个过程中，我完全插不上手，只能出钱。一些汤药一下毒，整个人只会变得更加昏昏欲睡。林氏整日躺在床上，甚至都没精力来折腾我，摆了张桌子，在萧府门口拿着毛笔，不停地抄写经书。但凡路过一个人，我就要哭着说一遍，婆婆得了癔症，我这个做儿媳的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抄经书祈福。一整日下来一遍经文我都没写完，但全京城都知道了，李英是得了癔症，而我是个顶顶孝顺的儿媳，在侯府门口抄经书祈福，哭得不成样，就连太后听了也为此动容，特意接见。我还送来一块贞节牌匾，是要3分毒，后来一场风寒带走了林氏，我更是在棺材面前哭得泣不成声，比死了亲妈的萧玉溪还能哭得越响，我的名声越好。别人说是我克死了林氏太后赐下来的贞节牌匾，还挂在房中呢。林氏一走，家中的财政大权便落到我手中。萧玉溪看我不顺眼，可如今整个侯府上下由我把持着，他不得不从我特意从太后宫里请来了3位管教嬷嬷。萧玉溪在房中挣扎着放我出去，我才不要学什么礼仪，我要出去玩。他年纪虽小，但力气极大，3个宫里来的嬷嬷都压制不住他。眼看着萧玉溪将3位嬷嬷打了一顿，又离开萧府之后，我无奈地冲他们摇摇头，还请嬷嬷们见谅。小妹自幼顽劣，但若是多加调教，定能够走上正路。一边说，我还奉上厚礼。3位嬷嬷收下礼物，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好继续替我管教萧玉溪。可他怎么服管我夸赞萧玉溪，说他上天入地，无人能比萧玉溪，还真以为自己星号哄哄。虽然看不起我，但很受得起我的夸赞。他更是变本加厉，变得不听任何人的话，一根鞭子行走天下。于是萧玉溪嚣张跋扈的名声便传到了宫里，随后传遍了京城。而我只不过是个呕心沥血，想要将小姑子搬回正道的可怜长嫂，罢了学堂骂笑话，家里可是有宫里来的嬷嬷上门辅导，哪里还需要什么读书识字。后来萧玉溪到了出嫁的年纪，我替他找了好几门亲事，他都看不上，那么嫌弃家中没钱，要么嫌弃对方不够帅，到最后还怨恨上了。我觉得我有好的藏着掖着不给他看，最后他自己选了萧鸿飞，一个死了老婆的手下，人做了田房。他夫君仕途原本不畅，但是娶了侯府嫡女之后心潮澎湃，打算在朝堂上做出一番作为。可萧玉溪早就被我养得大手大脚，眼看着自己消费降级，姚玉溪就各种吹枕边风，引诱他夫君走上贪墨之路。第一次被发现，萧玉溪来寻我，求我捞他夫君出来，于是我抱着遗物哭哭啼啼的找上萧鸿飞的兄弟们，不费真金白银光，靠嘴皮子上下一碰，搬出萧鸿飞，再扯点他们兄弟之前的情谊，把萧玉溪的夫君捞了出来。一次3番，他们夫妻2人越发大胆，毕竟每次都有我兜底。3个月前科举，一是将这位兄弟，错过的是牵连出来夫妻2人一同锒铛入狱，而这一次就连当今丞相都没办法将他们保出来。而此时萧玉溪正站在我面前，萧鸿飞还真把他妹给捞出来了，只捞了妹妹，没捞妹夫。萧玉溪道林雨嫣，你凭什么不认我哥？这一看就是我哥，赶紧把萧家的一切都交出来。此时的他灰头土脸，眼中却是对我财产满满的欲望。我一拍桌子，你们真是胆大妄为，不仅要扮成我亡夫，如今还要扮作我还在天牢中的小姑子，你们办人之前难道不知道先打听打听吗？萧玉溪冷笑一声，我哥有的是手段，将我捞出来，你若是赶紧乖乖的把财宝都交出来，我就让我哥给你留一句全诗。你真是萧玉溪。沉着一张脸，上下打量着他一直没说话的萧鸿飞，冷哼一声，林氏，我不知道你在搞什么把戏，如今已经有人能证明我身份，你快些将萧家的地契交出来。萧玉溪自己也说道，就是本姑娘如假包换，我可是堂堂侯府嫡女，拿回我们萧家的地契是天经地义的事。话音刚落，门外猛地闯入一群官兵，他们出现的一瞬间，萧鸿飞立刻跳上房梁躲了起来。我装出一副柔弱的模样，几位官老爷，你们赶紧把这天牢中的重犯带走吧，刚才你们也听见了他说自己就是萧氏，也不知道这天牢中的重犯为何会出现在这里。到了大人面前，你们可要替小女子做主啊。为首的官兵冲我一拜，林夫人放心，此事我们大人会明察的。来人将萧氏带走，官兵们将萧玉溪扣在地上，不顾他的哭喊，直接将人扣走。等人一走，我慢悠悠的说道，老伯，没想到你身子这么矫健啊，可以从我家的房梁上下来了吗？刻意强调我家这2个字。萧鸿飞从房梁上跳下，突然伸手要掐我脖子，只要你死我，当即打了个响指，原本空空的院子里突然窜出来一群黑衣人，不到5秒钟的时间，萧鸿飞就被几把长剑抵着跪在地上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你不会以为我一个死了丈夫的独门寡妇什么都没准备吧？自拔在我这受了耻辱之后，萧鸿飞销声匿迹了好几日，他不来，我乐得自在，眼看着就到萧红清秋后问斩的日子，我
化上一个美美的寡妇妆，再穿上一身素衣，哭哭啼啼的来到菜市场口，看着我的到来。几个与我相熟之人都劝我，林氏，这些年夜不容易，萧贼死了，大伙都知道与你无关，等会儿头落下来的场面还是别看了，怪吓人的。林氏啊，还真是个苦命人啊，谢了他们的好意，拿着手帕擦去不存在的眼泪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彰显我的脆弱，更就是想要亲眼见到萧红清死在我面前。萧红清是府里的另类，在萧红妃失踪之后，她勤勤恳恳读书，面对我十里硕齐全，即便是林氏生前在她面前疯狂抹黑我，对待我从未改变，到了成亲的年纪都不愿意娶妻。她在官场有一席之地，每每与同僚把酒言欢，总沉默着拿着酒杯看往家的方向，更是在酒醉之后疑难的喊出我的名字，听起来是不是一本美好的叔嫂文学故事的开篇？没人知道萧红清有龙阳之好，她身边的书童小厮换了又换，不知道被她玩死了几个。她不仅好男色环，还更喜欢岁数小的，别人都以为他对一个如花似玉的寡妇很上心，实际上我只是他的挡箭牌罢了。在他若有若无的暗示下，所有人都以为我和他早有一腿。在书中原主被污蔑与萧红清有丝洁白无瑕的如烟，自然比我有贞洁，对付一个色令智昏的男人实在不要太简单。我把萧红妃最好的兄弟，一个将军的儿子，碰到萧红清的床上，萧红清兴致正浓时，被闻讯赶来的将军捉奸在床，活生生打断了一条腿，而将军的儿子已经昏迷不醒。若不是我用千年人参吊着，恐怕这将军独子就要去了。此举便让萧红妃最好的兄弟与萧府割席，并且放话要弄死萧红清。而那个时候，萧红清原本要袭成侯位，硬生生被拦下来。偌大的侯府没有一个侯爷，没有一个世子，给我顶着侯夫人的名号，萧红清倒也不是个星号。终于发现当初是我将人送到他床上的，可惜他发现的太晚，我一身素衣，举着血书在金銮殿前跪了整整一夜。萧红清虐杀了多少男童，又是如何欺男霸男，又是如何假借侯府的名声与外官勾结，搜刮民膏民脂，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。皇上听了之后大怒，却对我欣赏不已，再加上太后求情，皇上不怪罪我，只针对萧家。一顿操作下来，皇上收回了侯位，世上再无萧侯也。皇上额外给我一个诰命，将萧府的宅子赐给我，亲自题词作为牌匾，只是这几日油墨未干，还没挂上去。我临与燕皇上盖章钦定的寡妇，我的夫君若是这个时候冒出来，那便是欺君之罪。萧红清所犯的罪实在深重，再加上将军严防死守，就算萧红妃想要去天牢中抢人，也无济于事。我在人群中看了一圈，很快就看见萧红妃的身影。我慢慢的朝那边挪，今天看热闹的人太多，实在有点挤。没一会儿，我就挪到萧红妃的身边，而她正面对曾经的好兄弟，脸色沉闷。她开口便是质问我们兄弟一场，为何连我弟弟都护不住？郑将军冷冷瞪了一眼萧红妃，我兄弟早在10年前死了，你是哪来的刁民，居然敢扮成他？萧红妃一口气险些没涌上来，做了10年的平头百姓，她还真以为自己还是当年英勇的萧侯爷。不过我倒是可以帮你。最后一次，她压低了声音。萧红妃刚要感激，却被郑将军突然高喊一声，这里还有萧家余孽。话音刚落，台上正好到了要斩首的时候，萧红清的头瞬间朝这边，看来正好与萧红妃对上兄弟二人，还没来得及说上一句话，刀起刀落，人头落地，群众一片叫好。在这混乱之中，萧红妃快速，邓将军最后一次帮他，只是让他们兄弟二人见一面。我带回了萧红清的头颅，将他扔在萧家祠堂，顺带上医炷香。萧家的列祖列宗在上，我把你们的不孝子带回来了，你们就安心的搬家吧。这么大一处房子，放这么多牌位，我晚上有点睡不着。这宅子往后姓林，我们就去箱子里躲起来吧。说完，我便手动将牌位塞入准备好的箱子里。这箱子还是我当初嫁入萧府时带的最大最贵的一个箱子，原本放的是我的银两，10年来消耗的差不多，不过没关系，一箱没了，还有好几箱。如今我父兄开辟了海上市场，我家有多富，我想都不敢想。等把牌位放完，我拍了拍手，2个保镖悄无声息的出现，抬着箱子放到院子中。这些牌位拿去烧火有点浪费，不如先放着，说不定以后还有用呢。我还特意吩咐下人们遇到牌位箱子的时候绕远些，谁知道里头会不会窜出来什么东西。我抬头看向萧家祠堂的题词，吩咐下人把我的贞节牌匾拿来挂上去。哎，我真是一个满是节操的死了夫君的寡妇啊。入夜，我的房中突然多了一个人，猛地睁开眼睛，冷冷地看向跪在地上的男人，你想干什么？男人突然抓住我的手，夫人，这些年苦了你了，你就让我回来好好照顾你吧。朦胧的月色下，男人脸上道，就是显得比平时帅气一些。他底子不错，也不知道今日来找我往脸上涂了多少脂粉。我不动声色地抽回了手。你说话严重吗？我只是一个死了夫君的女人，10年来我早就已经习惯了。萧红妃提高了声音，夫人，我没死，都是如燕，她趁我受伤勾引我，还用孩子逼我留下，那些孩子都是萧家的骨肉，我不得不留下来。我狐疑地问道，真的吗？眼看我有些松口，萧红妃顿时松了口气，真的，我这次回来是因为我心中还有你，你就让我回来吧。如烟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就让她当我的妾室，或者不给名分也行。你是放心，这府中的正妻永远是你。
至于那几个孩子，只是添几双筷子的事，我保证他们绝对不会耽误你的。他说的话令我匪夷所思，到底是在求我办事，还是在要求我办事？不过我好奇他这副嘴脸到底要干什么。我轻咳一声，有了主意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倒是要看你如何表现。话刚说完，男人突然抱住我，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时，他又将我放开，他的语气充满甜蜜。夫人，只要你愿意认我，你想要我怎么样都行，怎么样都行吗？我含着笑意的目光在他身上打量着，随后道，去把夜香倒了。脸上刚刚染上的红晕瞬间消散，我似笑非笑的看他，刚刚不是说做什么都行吗？怎么现在又开始推三阻四了？看来你也不是诚心的。他咬了咬牙，站起身来，我现在去。大鸿飞在我面前俯首称小，过了几日，便将如烟和5个孩子都带了回来。萧鸿飞满脸殷勤，夫人，往后这5个孩子就是你我2人的孩子，只要你对他们视如己出，他们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，是吗？老五是书中出了名的阴毒，但凡是惹了他的，后就别想好活，他可是如烟的一把好刀，出了名的护娘。这5个孩子哥有个的牛传书时间太长了，其他几个的牛法我都快忘了我，掏出一个算盘，噼里啪啦的打了半天，5个孩子又是吃又是穿，还要上学，这和当初说好的添5双筷子可不是一回事，这么小，看起来还不能干活。最后尾拍算盘，若是你们想吃饭，就得在府里好好干活，若是端出大小姐大少爷的姿态来，我林府可供不起你们。说完我拍拍手，立刻就有人拿着7套大小不一的衣服给5个孩子1人1套，最后还剩2套。我斜眼去看萧鸿飞，愣着干嘛？你和如烟难道不吃饭了吗？这2人看起来很是不情愿，但最终还是领了2套衣服。高府改成林府，我可是花了很大的心思，不仅改了几处庭院，还改了几处风水，尤其是当初我跳过的池塘，直接给填了，而在另一处布置了假山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萧鸿飞带着他的如烟还有5个孩子在我家中埋头苦干，每天累到连和我说一句话的功夫都没有，我乐得自在。不过他的确有人格魅力，很快就和府中的一个仆人称兄道弟，他开始打听府里最值钱的东西在哪。比如我的嫁妆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放在院子中，那个最大最沉的嫁妆箱子被人偷走了，同时不见得还。没有萧鸿飞如烟5个孩子丫鬟匆忙闯入我的房中，夫人怎么办啊？要不要去告官府？我大手一挥，当然要啊，告诉官府的人，萧家乡下来的穷亲戚偷了我整整1箱的嫁妆，我算算大约是黄金万两。丫鬟连忙捂住我的嘴，夫人，咱们这样算不算讹人啊？我压低了声音，怕什么？反正没人知道那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，你就这样去报官，全天下都知道他们6个身怀黄金万两动不了，我还动不了他们吗？也省得到时候整日来我面前晃悠。阿环这才恍然大悟，赶紧带上1名保镖前去官府报官。嫁妆箱子外面被我锁了整整9981个大锁，那箱子并不是木头材质，而是特意用了比较坚固的金属。真的很期待一家7口背着我的嫁妆箱到处逃窜，走投无路时听见是黄金万两，又打起精神，好不容易把箱子撬开，发现里头是萧家牌位，想想就很刺激，趁着他们逃窜，我也该收拾行李跑路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听说过萧鸿飞的消息，5个天才孩子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，什么未来宰相、未来将军、未来第一美人全都没了。此时此刻，我正躺在甲板的摇椅上，眼睛上敷着2片黄瓜。喂，丫头，你真不打算再找个夫婿？兄长的声音自我头顶传来，我伸了一个懒腰，长吁一口气，闻着海上自由的气息，找什么找你？不会以为我还会回去吧？我将黄瓜片塞入嘴里嚼吧2下，迎着风摆出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抬手姿势，海上的风阵阵传来，洗涤着我的全身。这里没有小说剧情的压迫，没有贞洁牌匾的压迫，没有皇权的压迫，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甜蜜。我可以放声高歌，我可以去海的另一端，我可以无忧无虑，我终于可以做回我自己。